前任正狠狠地抽自己，耳光却落在另一个女人脸上。原来他们拥有感官共享能力。就在几天前，原本专心开车的迪伦突然发现好端端的音响幻化成了女性衣物。同一时间，相隔千里之遥的贝卡视线也突然变得模糊不清。被吓了一跳的迪伦赶忙停车，还没从惊吓中缓过来，脑海中又传来陌生的声音。当他们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，双方开始尝试沟通，这才意识到对方不是幻觉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他们竟相隔1000多公里，光时差就接近2小时，却能听到对方的声音，共享彼此的视野，甚至感受到对方的情绪波动。两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就这样跨越时空开始交流起来。晚上，两人再次心灵相通，多年的疑惑终于找到了答案。就像几天前，肩膀突如其来的感到一阵剧痛，起初他以为自己中了毒，而事实是迪伦身处酒吧时无缘无故的挨了酒鬼一棍子。两人通过链接，令贝卡一瞬间感受到迪伦的痛苦。尽管两人的生活截然不同，但这种超乎寻常的感知，促使两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。在贝卡16岁痛失初恋时，他整个夏天都沉浸在悲伤中。这份哀愁不仅占据了他的心灵，也深深影响了迪伦。那个7月成为了他生命中最煎熬的日子。同样，贝卡也了解到迪伦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，为了兄弟进入监狱的苦不一夜，与死囚共处一室，那是迪伦难以忘怀的噩梦。他们意识到自己从不是孤身一人，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与自己感同身受，他们再也不会感到孤独。突然，迪伦涌起想见一见贝卡的想法，可两人在不同城市，距离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。好在迪伦灵机一动，利用他们独有的感官共享，就可以从镜子中看到对方。第二天，贝卡驱车前往修车铺，准备解决汽车问题。然而老师傅漫天要价，声称修理费用需1200美元。迪伦二话不说，引导贝卡亲自检查车辆，在引擎盖下发现一个插头意外脱落，轻松省下了一笔不菲的费用。有了贝卡的无形陪伴，迪伦的生活逐渐焕发新生。他开始主动整理杂乱的居所，工作上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。曾几何时荒草丛生的小院，如今却变得井井有条。这一切变化，老板看在眼里，私下许诺将来会给迪伦应有的晋升。贝卡的生活同样因这份链接而多彩起来。尽管偶尔自言自语引来旁人侧目，甚至有人嘲笑他精神失常，但在心灵的充实感面前，这些言语都无足轻重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迪伦的旧友再次找上门来，企图将他拉回犯罪的深渊。他们向迪伦描绘了一个完美的计划，只需他打开保险柜的门，就能轻松获得一笔丰厚的报酬，而且保证不留痕迹。面对诱惑，迪伦陷入了挣扎。自从与贝卡建立联系以来，他努力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，不愿让这份难得的安宁化为泡影。You let me in on this because you asked. Now, I don't like you knowing if you don't have a stake in it. 与此同时，贝卡的家庭也出现了波澜。丈夫注意到妻子的异常，不断暗示她去医院接受检查。而迪伦这边也迎来了爱情，一个唐娜的女孩频频向他挥手。可作为直男的迪伦，并不知道如何讨女孩欢心。幸亏有贝卡在幕后指点，教他如何巧妙应对女性问题，每句话都挠到了对方的痒处。最终成功邀请唐娜周4去家中约会，这让迪伦欣喜若狂。果然，最懂女人的还是女人。然而命运总爱开玩笑。约会当天，贝卡忙于社交聚会，周旋于各路名流之间，无法分身指导迪伦。独自面对约会的迪伦显然力不从心。当唐娜抵达时，锅里的酱汁煮得稀烂，牛排则被烧成了焦炭。迪伦更是紧张的语无伦次。没有贝卡这个军师，就连模仿之前的招数也弄巧成拙，让唐娜误以为他是恋足癖。好在放心不下的贝卡补录侧服，迅速建立了心灵联系。正当一切似乎有所转机之际，意外却发生了。当迪伦手忙脚乱地扑灭火灾，贝卡这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。整个餐厅的目光聚焦于她，显然丈夫策划的集资晚宴泡汤了。随后两人隔空吵了起来。令人不解的是，贝卡心中竟涌起一股莫名的醋。迪伦渴望她的私密约会不被打扰，然而贝卡坚决不愿切断链接。于是他开始疯狂扇自己的耳光，试图强迫贝卡切断连接。然而这怪诞的一幕被唐娜撞见，她误以为迪伦精神错乱，慌忙驾车逃离，留下迪伦独自站在门口。而丈夫对贝卡今天的举止也极其不满，责备她在如此重要的场合未能保持冷静。然而当两人情绪平复之后，他们迅速和解。毕竟这样的灵魂伴侣可能一生都遇不到，他们不想错过彼此，继续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、日常琐碎以及内心深处的秘密。这份情感如同一束温暖的阳光，照亮了彼此的内心世界。在完全的感官交融中，他们的情感达到了高度融合。然而这种频繁的跨时空交流却让周围的人感到不安，在他们看来就好像是分裂症一样，没有人会自己喋喋不休。迪伦的老板把他叫到办公室，毫不留情地把他解雇掉。原来他的行为吓跑了几个重要客户，老板劝告迪伦要面对现实，不要因过往的挫折而沉沦。
迪伦带着愤懑来到酒吧，恰逢旧友也在此，他们再次提及那桩业务，企图将迪伦拉回泥潭。迪伦表面答应，但下一刻他愤怒地与他们扭打在一起，试图以暴力宣泄内心的愤懑。幸亏酒吧老板及时介入，才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。长时间的傻笑令贝卡的朋友对他产生怀疑，以为他有了婚外情。这些流言蜚语让贝卡意识到，尽管他与迪伦从未谋面，但他们的情感确实越了近。即便她与丈夫间缺乏真挚的感情，她也不愿背负背叛的罪名。于是她再次与迪伦建立链接，坚定地表明他们应该停止联系，回归各自的生活轨道。迪伦试图挽留，但话语卡在喉咙，无法开口。失去贝卡之后，迪伦的世界失去了色彩，孤独与寂寞如潮水般将他淹没。于是他拿起那张纸条，他几度想重拾旧业，但最终停下了脚步。爱情的力量如同一束光芒，引领他远离阴霾，向着光明前行。然而贝卡那份矢志不渝的忠诚，并未换来应有的回报。察觉到妻子行为异常，他果断将贝卡送入了精神病院，每天接受各种药物治疗。贝卡的呼救直击迪伦的心房，不顾一切的他违背了假释期间不得外出的规定，取出所有积蓄后，在假释官前往家门的前一刻，登上了飞往贝卡城市的航班。在药物的影响下，贝卡的意识总是模模糊糊，迪伦的声音成了他唯一的锚点。他向迪伦描述着医院的布局，听从他的指导，巧妙地避开医生的视线，将药物偷偷吐出。还在迪伦的远程协助下，从未接触过开锁技巧的贝卡竟用叉子打开了房门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伪装成探视病人的家属，从容不迫地穿过医院的长廊，恰好指着医生迎面而来。贝卡灵机一动，温柔地照顾起身旁的病人，随后披上一件黑色大衣，巧妙地避开了医生的视线，顺利抵达医院大厅，却发现丈夫出现在门口，同时迪伦也出现在了医院附近。两人的重逢仅差这最后一步。贝卡鼓起前所未有的勇气，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。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追捕的队伍，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，亦是最后一次的逃亡。一旦落入法网，他们或许将永世分离。在森林的掩护下，两人不约而同地朝着火车的轰鸣声奔去。然而当他们抵达铁轨旁，却始终无法看到彼此的身影，唯有对方的声音在耳畔萦绕。难道他们不在同一维度？直至一列火车缓缓驶近，迪伦的身影才自另一端浮现。原来他刚刚跑错了方向，列车的长驱成为他们之间的屏障。为了躲避追踪，他们选择鲜红的车厢作为交汇点，再次为爱奋不顾身地奔跑。在生命的冲刺中，当贝卡几乎耗尽最后一丝力气时，迪伦伸出了援手，将他紧紧拉入怀中。这一刻，他们跨越了时空的鸿沟，真正的面对面心贴心。人类曾无数次梦想着能够以某种方式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，与心爱之人相见。而今科技虽让即时通讯成为常态，却也让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变得日益稀缺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忽视了相遇的奇迹，忘记了珍惜每一次心与心的碰撞。